一碗紙壳子遞給貓，貓不吃，但加上诱食劑，貓直接就吃了。這種粉末有很多名字，最常見的叫寵物複合調味料，而很多低價貓糧就是利用這一點來掩蓋它們低廉劣質的原料。貓愛吃，加上價格便宜，隨便一個銷量就是幾百萬起。除此之外，更聰明一點的品牌實際用的冷凍僵屍肉，秦始皇小時候炒着要吃的那種，但對外宣稱自己用的是鮮肉，配以酶鹼、益生元、益生菌，各种養貓人听不懂的概念。一看價格才10幾20塊錢一斤，就在這樣低價高質量不斷的圍剿下，有這樣一個品牌卻能靠41斤的高價賣出1000多萬包的銷量。今天這期就給大家扒一扒國產烘焙糧大哥鮮朗的登頂歷程。2016年的寵物食品圈還是膨化糧的天下，由於工藝受限，膨化糧必須添加肉粉，但市场環境導致肉粉的質量參差不齊，雞羽毛、雞皮打成的粉都可以叫雞肉粉，但鮮朗偏要挑戰規則，拉着研發團隊一頭扎進實驗室，這一幹就是3年，終於在2020年啃下這塊硬骨頭，能利用低溫烘焙實現全鮮肉投料。一經上市，他家直接帶動了國內烘焙糧熱潮，並一直是烘焙糧銷量第一。2023年到2025年，不僅2度聯合中國國家地理碳纖溯源，連山姆沃爾瑪國際貓賽都把它當成唯一合作的烘焙主糧，期間更是建立3座自有工厂。第一座工厂選在河南漯河，建在雙汇肉源廠旁邊，新鮮禽肉從屠宰到進工廠，全程不超過5分鐘。第二座坐落在福建武夷山生態圈，旁邊就是盛農的肉源廠，直線距離只有1.2公里。第3座工廠緊挨着遼寧海域，擁有得天獨厚的深海魚資源，還是碼頭直運，能最大化保留鮮味和營養。這種不計成本的布局，並不是為了擺噱頭，畢竟自建工廠才能從源頭把控，真正確保新鮮這一標準。說白了，貓糧市場雖然捲，但像鮮朗這樣真正關注新鮮、有能力去實現新鮮的品牌並不多見。那麼鮮會不會其實也只是他們的一個營銷噱頭呢？2025年，鮮朗和 CTI 華策搞了場貓咪新鮮天性測試。一塊新鮮的雞胸肉與一塊放置了7小時的雞胸肉，大部分的貓咪都選擇了更新鮮的那塊。實驗說明，大部分的貓咪都能揪出食物新鮮度的毫厘差異。可見，他們一直宣稱的鮮，一直為鮮做的努力，都是投貓所好。不僅如此，鮮朗為了讓新鮮有据可依，還聯合產學研機構制定了鮮肉烘焙全價寵物食品團體標準。以前烘焙糧沒有統一標準，有的品牌用的半鮮肉半肉粉也敢叫鮮肉糧。現在有了鮮朗牽頭的標準，從肉源新鮮度到烘焙溫度都有了明確規定，相當於給行業立了個新規。不過對比國產寵物糧最大的痛點，不完全是技術是否厲害，而是信任。早年低價低質的陰影，讓鏟屎官們對國產高端半信半疑，總覺得進口的才靠譜。最後還是鮮朗通過常年累積的品牌信任感，把看不見的新鮮变成了摸得着的證據。所以当同行都在愁客源，鮮朗卻能讓消費者主動囤貨。也正因為在貓糧界建立起了這種靠譜印象，所以當鮮朗推出這款貓糧時，鏟屎官的第一反應雖然覺得貴，但都願意去買單去嘗試。其實在近2年也有不少品牌嘗試着轉型，有的品牌喊着鮮肉糧口號，背地還是偷偷加肉粉，有的宣稱低溫烘焙，卻偷偷用高溫速烘省成本。可貓咪的舌頭騙不了人，最後不是落了個高開低走，就是一地雞毛。高端貓糧有的是，但能真正長久存活下來的，都是死磕細節的廠家。就像鮮朗用新鮮敲開高端貓糧的大門，而所謂滋潤日子，也從來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留的。下次再看到高端貓糧的宣傳，別先問貴不貴，不如問問原料好不好，標準在哪兒，工廠在哪兒。畢竟一個好的貓糧背後要付出的努力真的不少。